上期说到，史黛拉和雷恩联手清理了被腐化的骑士团，在奏和塔尼亚的帮助下，史黛拉带着骑士团攻入领主府，而雷恩则趁机和精灵姐妹地下寻找被关押起来的居民。露娜施展本源追溯魔法，很快定位到了人质的位置，只要救出人质，声东击西的奏他们就可以使出全力抓住领主夫子。而这时露娜发现地下有着一处极为庞大、明显不属于人类的魔力反应，很有可能是最强种族。于是雷恩拜托双胞胎去救援人质，他去确定一下这个魔力反应。雷恩来到出现魔力反应的房间，里面关着一个长着狐狸耳朵和3条尾巴的小姑娘，这正是最强种族神族。雷恩一拳锤碎铁锁后，治愈了小姑娘身上的伤。小姑娘非常害怕他人的触碰，不过还是在雷恩温柔的安慰下敞开了心扉。小姑娘叫妮娜，原本是小村庄里供奉的神族，村里的小孩子都很喜欢她。但是有一天，领主的儿子艾德加来了，他用村里的孩子威胁妮娜戴上奴隶项圈，被授予了过去神奇的力量以及部分名好的神族成了他的奴隶。艾德加无比享受这种征服最强种的快感。从那之后，妮娜就一直被艾德加折磨殴打。雷恩摸头夸妮娜是个坚强的孩子，就要帮她解除奴隶项圈，但妮娜拒绝了，因为这上面有着相当厉害的魔法，她害怕雷恩因此受伤。雷恩安慰妮娜没问题，只要相信他就够了。支配目标并将其控制的魔法，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是和驯服相同的技术。既然如此，他就应该能用驯兽师的力量将支配权覆盖。雷恩尝试了一下，没能成功，还获得了一顿电疗。妮娜哭着让雷恩停下，就算他不在了，也不会有人伤心。雷恩还在尽力的安抚妮娜，不要这么说，至少他会伤心的。结合同伴的力量，雷恩终于破除了妮娜的奴隶项圈，帮她重获自由。不过他也因此筋疲力尽了。奏和塔尼亚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攻入领主府，守卫舰打不过，就要把牢里的女人带来做人质。就在这时，双胞胎肉后一顿火球轰炸，人质们已经被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没有后顾之忧，骑士团也不用再留守，开足马力冲向领主府。领主非常慌张，艾德加要他先逃走，自己快把所有罪证处理掉。雷恩救下妮娜之后和伙伴会合，大家都对雷恩又救女孩子的事见怪不怪，而且谁不喜欢软乎乎还能撸的小狐狸呢？逃跑的领主正好撞上攻入城堡的史黛拉和雷恩，被雷恩用魔法手套捆了起来。这时艾德加突然冲过来，将戒指里的能量对着雷恩释放而出，一只恐怖的死神朝雷恩挥下镰刀。见证艾德加使用戒指之后，勇者心满意足的离开。这下雷恩必死，他终于能够高枕无忧了。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雷恩中了死神一击之后，居然毫发无伤。虽然雷恩没事是好事，但是他刚刚中的的确是最强的击死魔法死神之镰，为什么没有奏效？这时露娜突然想到了什么，突然朝雷恩释放了毒魔法，但雷恩还是一点事都没有，吓得索拉掐着妹妹的脖子使劲晃，哪儿会对主人用毒魔法的使魔呀？露娜赶紧解释，雷恩和索拉和露娜两人缔结契约，却只得到一种力量，不是很奇怪吗？所以他推测雷恩还获得一种力量，那就是异常状态无效化，这样雷恩能抵御超级和极死的异常状态就不稀奇了。没想到最强的王牌都杀不死雷恩，艾德加开始怀疑人生，他可是领主的儿子，没人能够忤逆他，但雷恩却3番4次的反抗他，甚至要夺走他的东西。艾德加心中的恶意不断扭曲，手里的戒指突然涌出大股魔气，将艾德加吞噬，并且不断的向外扩张。雷恩意识到这东西极其危险，二话不说朝对方扔了一颗巨型火球，爆炸炸毁了城主府的大堂，却没破坏掉那团魔气分毫。紧接着一只恐怖的魔族从魔气中诞生，雷恩目眦欲裂，因为这只魔族就是毁掉他的村子，杀害他父母的罪魁祸首。魔族出现之后根本没有理在场的人，而是一扇翅膀飞走了。雷恩知道他要去伤害镇上的居民，于是拜托史黛拉保护居民和妮娜，他带着伙伴们去阻止魔族。魔族到了城内之后就开始肆意破坏，感动的雷恩对他进行了一个正义的群殴，结合了4个最强种族的力量，却没有对魔族造成什么大的伤害。不仅如此，魔族还从地底召唤了大量的低级魔物，虽然力量不足，却拥有着无限复活的能力，再加上能力恐怖的魔族，这让雷恩对抗的非常困难，甚至连力量增幅都用上了，仍旧无济于事。魔族不断的用魔法轰炸着整座城镇，召唤出的魔物也越来越多，他打算将整座城市全部毁灭殆尽。雷恩说自己有个计划想要尝试，但在此期间就保护不了城里的居民了。双胞胎表示他们可以用传送魔法将居民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样居民的损害就能大幅减少。但如此一来，两人精灵的身份就会暴露。双胞胎并不在乎，因为他们也想守护这座城市。魔族袭击城镇，而原本应该以讨伐魔族为己任的勇者队伍却并不打算出动，他们的目的是魔王，这种杂鱼根本不值得他们出动。史黛拉带领的骑士团为打通居民避难的通道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这时双胞胎跑过来，提出了用传送魔法引导居民
民避难的想法。在骑士团的协助之下，居民们都被救了出来。但是看到双胞胎精灵的身份之后，他们还是迟疑了，因为精灵很讨厌人类，谁知道他们会被传送到什么地方？而这时，热狗店老板率先走了出来。双胞胎非常喜欢他们家的热狗，既然如此，那人类和精灵就没什么区别。在老板的号召下，大家都走进传送法阵离开。而就在这时，法阵的附近也出现了魔物。邹和塔利亚一路打怪护送雷恩前往魔族身边，但是魔族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就算他们也无法完全消灭。危急时刻，冒险者都赶到帮忙。原来是冒险者工会发布了紧急任务，请求冒险者掩护雷恩的队伍。为此，矮人甚至拿出了所有精心打造的武器。很多冒险者都为了保护城镇行动起来。冒险者们为雷恩开辟出了一条通往魔族前方的道路。另一边，露娜帮助骑士团抵御着魔物的进攻，给索拉传送居民争取时间。妮娜看着这一切，她害怕和讨厌争斗，所以一直在逃避。但大家都在战斗，难道只要她被保护着就甘心了吗？索拉送走所有居民之后，让妮娜也快去避难，但一回头，妮娜却也不见了。魔族被魔物簇拥着飞在天上，雷恩无法靠近，这让他的计划实施遇到了阻碍。远距离的攻击会被魔物拦下。塔尼亚变成龙之后虽然会飞，但体型太大，只能成为靶子。双胞胎的传送技能也不能在传送中瞄准移动的靶子，如果要靠近魔族，只有瞬间移动才能做到。这是妮娜跑过来抱住雷恩，他来的正是时候。神族能够操控空间，只有他能够做到瞬间移动，而妮娜也很乐意成为雷恩的力量。大批的魔物朝他们攻来，邹和塔尼亚负责拦下魔物。雷恩背着妮娜一路跳跃，来到魔族对面的塔顶。魔族对区区人类非常不屑，随手扔出一发攻击，但是恐怖的攻击却并没有命中雷恩。在妮娜的帮助下，雷恩用瞬间移动出现在魔族面前，给自己叠了一个增幅 buff。雷恩一把按在魔族身上，恐怖的魔力瞬间侵蚀了他的身体。雷恩非常痛苦，但伙伴的羁绊赋予了他无穷的力量。雷恩成功从魔族那里夺走了所有魔物的支配权，随后指挥魔族一起围殴，终于消灭了魔族。战斗结束，妮娜累得晕了过去，还好塔尼亚及时把两人救下。魔族被消灭之后，城镇又开始了重建工作，史黛拉成了新的骑士团队长。那些干了不法勾当的人全被送去王都等候裁决。史黛拉还去调查了妮娜之前的村子，可惜村民在失去妮娜之后全都离开了。雷恩的伙伴们也在暴露身份之后也都被大家所接受。之后妮娜和雷恩缔结了契约，成为了最强种伙伴中的一员。为了维持镇上的治安，骑士团和冒险者工会进行了合作。如今史黛拉带领的新骑士团深受大家的爱戴，而雷恩也因为揭发领主的暴行和打倒魔族两件功绩，被工会特例评为 C 级冒险者，而且还有非常丰厚的报酬。雷恩这次来工会只是因为住宿的问题，妮娜的加入让本就不大的小旅馆更是雪上加霜，于是想换一个更大一点的住处。娜塔莎问他们要不要买房子，不少冒险者都会购买房子作为住处，工会为了留下冒险者也会提供补助，大家都同意买房子一起居住。不过找来找去都没有什么符合心意的，最后只剩下了一栋，不仅符合所有人的心意，而且家具齐全，拎包入住。但就是一个问题，这房子闹鬼。邹吓得直往雷恩身后躲，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鬼。不过房子里的鬼也没有造成什么大的伤害，就是一些很平常但又不会让人有入住欲望的恶作剧。雷恩想了想，决定先调查一下这栋房子。房子非常整洁，就像是有人在定期打扫一样。但是他们来到客厅，家具开始不停地震动，一个声音大喊着让他们快点出去。随后一个女仆模样的幽灵出现在众人面前，把邹吓得疯狂乱窜。幽灵非常嚣张，连双胞胎的魔法都攻击不到他，因为幽灵能够前往精神世界躲避攻击。虽然他们也有能命中精神世界的魔法，但是太过强力，会连整栋房子一起炸掉。幽灵大叫着让他们滚出去，但并没有对他们动手。大家意识到对方可能没有攻击的手段，被发现了破绽，于是幽灵转头去吓胆子最小的邹，把尾巴吓得炸毛的猫娘吓得满地乱窜。没想到在极度惊吓中，邹直接觉醒了第二人格，开始疯狂反击幽灵。因为肉体凌驾于精神之上，他的攻击居然能伤到幽灵，于是这次换幽灵被邹撵得满屋子乱窜。双胞胎及时封锁了精神世界，把幽灵困在了客厅。幽灵想要入侵雷恩的身体，结果反被雷恩定在原地。雷恩在家乡听说过驯服灵体的故事，于是他的驯服技能对幽灵也有效，这就是他平平无奇驯兽师的力量。幽灵虽然不甘心，但确实是他输了，刚想着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但雷恩只想跟他好好谈谈。幽灵叫缇娜，已经死了30年了，之前在其他城镇担任女仆，她的主人是个喜欢拷问女人的变态，她被杀害之后就漂泊到了这里。缇娜准备离开这里，毕竟她都已经输了，但雷恩没准备赶人，大家也都很欢迎能让他们低价买下房子的缇娜。之后雷恩去工会签订了契约，房子就正式成了他的所有物。雷恩和伙伴们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而在魔族入侵中没有丝毫作为的勇者部队则成为了被居民唾弃的对象，大家都拒绝为他们免费提供物资。遇到魔族都会躲起来的勇者，怎么敢说要打倒魔王？明明雷恩才像是真正的勇者。勇者气愤地砍翻了卖水果的小摊，在众人的唾弃中灰溜溜地离开了，同时也坚定了勇者一定要杀掉雷恩的想法。
雷恩合作买了一大堆食物回到家，大家一起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孤独的人遇到了一起，他们都不再是一个人，能和大家相遇实在是太好了。被勇者开除队伍的驯兽师第1季完结。